结婚纪念宴上，失踪5年的妹妹回来了，医生诊断她营养不良，手上有自残的伤口，说失踪的这几年妹妹吃尽了苦头，老公心疼，每天都陪在妹妹身边讨她开心。我去医院看望妹妹时，意外听见老公和妹妹的交谈。琳琳，等你好了，我就和你姐离婚。琳琳，你才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一直都爱着你。两人在我面前相拥热吻，低喘声传入我耳中，我备受打击，没想到婚姻5年就走到尽头，或许我也该接受事实，放下了。从医院出来，我行尸走肉般在大雨中穿行，大雨冲刷，两人亲热画面仍在我脑中回放。路过一家餐厅，我的脚不自觉地停了下来，橙黄的灯光下，里面的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我心底渐渐泛起酸意，有些羡慕。我多久没有和家里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？似乎是5年前妹妹旅游失踪的时候。妹妹比我小5岁，母亲高龄生下她，十分宠爱。我们家条件不错，妹妹提出去云南旅游，我答应了。可这一去，妹妹却失踪了。我妈知道消息，当场晕了过去。你是不是故意把你妹妹卖了？为什么失踪的不是你？母亲嚎啕大哭，拳头不断重重落在我身上。她的话比拳头更伤我心，极痛又窒息。夏琳琳失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圈子，淋雨赶来，将我狠狠抵在墙上质问。我痛得眼角含泪，却说不出话。你别装可怜，告诉我，你把琳琳卖哪了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我咬牙大声反驳。下一秒，我被淋雨狠狠摔在地上，她疯了般大叫，指责我极度卖了琳琳。你让我恶心，别以为用手段我就会娶你。琳琳有3长2短，我就把你烧成灰陪葬。我哭得快要窒息，瘫坐在地上。夏琳琳走丢那天，我刚回家就发烧了。我梦到淋雨替我拿卫生巾时害羞的样子，梦到大雨夜，她用身子为我挡雨相拥。可这一切在夏琳琳来了后都变了。路上的车鸣声使我从回忆中抽离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在大雨里肆意的流泪，往家的方向走。到家后，我全身被雨浸湿，虚弱的样子把阿姨吓坏了。她准备了姜水，还准备了热水给我泡澡，缓了一会，我才有了气色，又活了过来。刚刚差一点，我就顺着不远的河跳下去了。可我不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有我的女儿。就在这时，女儿从房间内走了出来，朝我奔来。我抱住了她娇小的身子，她紧紧抱着我，泪水在我衣服上晕开。爸爸今天还是不回来吗？她糯糯的声音颤抖着问我。我身子一顿，心里酸涩，蹲下看着她。我问涵涵是不是想要爸爸回来，她点了点头，却又摇头。我怕爸爸变回以前的样子。小姨回来了，爸爸还会爱涵涵吗？他们都讲爸爸会不要涵涵和妈妈了。我眼角微湿，笑了笑，摇头，告诉她不会的，让她和我去睡觉吧。爸爸只是忙。涵涵很乖，自己回房间，乖乖地躺在床上。我看着她红润的小圆脸，越发心酸。其实没人知道，涵涵的出生是个意外。5年前，在夏琳琳失踪后，淋雨放过狠话，她说娶宁愿娶一头猪，也不愿意娶我。我妈虽恨我，却不得不考虑公司的利益。夏家和林家关系密切，为了公司和利益，我必须嫁给淋雨。于是我妈背着我，居然想了下做的方法。在宴席晚会上，她给淋雨下药，把我送上她的床，还在宴会大厅上宣扬我爬上了淋雨的床，让她娶我。淋雨恨我入骨，我受尽屈辱，我们一家都成了圈子里的笑话。淋雨在婚后开始折磨我泄愤，直至涵涵2岁时，她才不再往我身上增添伤疤。3年间，我开始做一个好妻子。我们虽不亲密，却也说得过去。5年不够，那就再一个5年，再一个10年。我曾想我还有时间，我一定可以触碰她的心。可今天看来，我还是太过天真。事已至此，不如放手。5年心酸，是该放下了。第2天，我是被窗外的鸟鸣声吵醒的。醒来时，涵涵已经自己乖乖洗漱完，在楼下吃早餐。我拉开椅子坐下，正准备吃一点，大门就被人给推开。淋雨推门而入，她身边还靠着一个女人，两人十指相扣。夏琳琳紧紧靠在她身上，亲密得很。我装作没有看见，淋雨眉间略显不悦。你把房间收拾一下，腾出来给琳琳睡。早在涵涵出生后，我们就分房了。我没有回答，也没去看她。我和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她让我现在就把房间腾出来，说琳琳需要养病，不能睡客房。客房在1楼角落，房间容易积灰，我鼻子容易过敏，根本不能睡有灰尘的房间。可话到嘴边，我又收了回去。说了又如何？她在意的话，就不会让我腾房了。僵持中，坐在沙发休息的琳琳走了过来。姐姐好久不见，我都病糊涂了，忘记和你打招呼了。你过来干嘛？她现在的身子虚，应该好好歇着。身子虚，那还是别爬2楼了，住1楼正好。淋雨气恼了，夏琳琳环抱住淋雨，胸都贴在她身上了。没事的，阿雨，别气坏了身子。1楼好，我就住1楼。本来住在这就麻烦我了，这是他和我的婚房。这句话略微刺耳。果然，淋雨反驳夏琳琳，这不是他和我的婚房。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夏琳琳，是他和他的。他斩钉截铁的话像把刀狠狠伤透我的心。我努力不让表情露出破绽。几位阿姨们听了面面相觑，有些惶恐。淋雨丝毫没有给我留面子，这个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要不是你失踪，我说不定早就和你有了孩子。这时我有些庆幸，刚刚让徐阿姨把涵涵带了出去。最后，淋雨还是放下狠话，反正事情就这么决定，限你3天时间搬走东西，不然就别怪我找人把你的东西扔了。淋雨带着夏琳琳离开了。今晚她还是没有回家留宿。第2天中午，我饿了想吃饭，却发现淋雨在家，还在厨房做菜。就在这时，夏琳琳突然从墙后出现，她手里拿着一个围裙，双手从淋雨身后环住她。淋雨笑了笑，一把抱住夏琳琳。我不想去看，连饭都不想吃了，现在有点犯恶心。淋雨端出一盘酸辣土豆丝，让夏琳琳试一试。2人玩得来劲，淋雨用牙咬了一根，往夏琳琳嘴里送。夏琳琳眯着眼，脸蛋绯红，她很享受。我大胆地走下楼，等我到厨房，夏琳琳已经推开淋雨了。我淡淡瞥了一眼，从冰箱拿了一瓶水，转身骂他们不知羞耻。淋雨听见了，气冲冲地质问我说的什么。夏琳琳赶紧拦住他，带着怨气对我说，他们本来就是一对。我愣了一下，自嘲笑了笑，也不再多说。回到2楼，我坐在床上，开始仔细地打量房间。一开始我住进来，这里的装饰就是粉色的，我不爱粉色，夏琳琳却爱粉色的窗帘、粉色的地毯，都是淋雨精心
心准备的。当初我不喜欢，现在住久了也就习惯了，还会生出东西，本就是我的错觉。但是这些只是夏琳琳借我的，现在到还她的时候了。我对自己呢喃道：下桑藤房吧，你不属于这里，这里也容不下你。下午1点，我开始收拾，我的东西不多，这些年根本没有添置什么东西，最贵重的东西也不过是我买的那几本书罢了。我拿出纸箱，一本本的把书架上的书清空，到最后一本书时，突然有东西掉在了地上，我眼看粉色的小方盒滚落在脚边，心情顿时低落。我小心打开盒子，精致的盒子里放在一枚廉价的塑料钻戒，这戒指随处可见。小时候我还当过玩具戴在手上，谁能知道10年后这成为了我的婚戒。我的婚礼是个极大的笑话，林雨在婚礼上用另类的方式羞辱我，送我一枚塑料戒指，连盒子都没有，就从一个塑料透明袋子里倒出来。后来还是我精挑细选，才选了这个带金丝边的盒子。我想，万一他后悔我们再补办一个婚礼呢？真想打醒当时的自己，让自己别痴心妄想。这次我把戒指连带盒子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袋中，把一切收拾好。我正想离开，房门外却突然传来林雨撕心裂肺地的声音。我冲出门，就见韩寒瑟瑟发抖地坐在楼梯旁的地上，夏琳琳躺在楼梯口晕了过去。我脑袋一下就懵了，林雨全身都在颤抖，边喊着琳琳边拨打了120。夏琳琳被车接走前都在喊林雨不要怪孩子，我心里猛地一跳，他这什么意思？我还来不及反应，林雨一把拽住韩寒的胳膊，林雨气疯了，把韩寒摔在客厅地板上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他想干什么？他想对我女儿做什么？我歇斯底里大喊着林雨你要干什么？可是来不及了，林雨毫不犹豫地挥下手的棍子，棍子重重砸在韩寒背上，瞬间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痕迹，那抹红刺痛了我的眼，我泪流满面，把韩寒抱在怀里，身子不停地颤抖。她是我10月怀胎精心呵护的孩子，她是他林雨的女儿，她怎么能这样？我目睹着眼前的一切，只觉得全身都轻飘飘的，身边很吵，哭声骂声吵得人头疼，我耳朵像是炸开一样。突然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我倒下了，在意识模糊中看着林雨，薛阿姨扒着她的腿跪在地上，林雨目光凶狠，嘴巴张合在说着什么。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了林雨的嘴型，是她活该。我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努力强撑的意识被这无声的话给击碎了。这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林雨我恨你。我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，我在想这是在哪儿？这是在地狱吗？缓了一会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后院的地下室。我没想到林雨没有送我去医院，而是随意扔在了这里。他真的生气了，这5年来他就算再生气也不会对韩寒动手。想到韩寒，我立马冲到门口，用手掰着门把，可我身体虚弱，肯定打不开。我大喊着开门，让我见韩寒，求求他们救救我的韩寒。可回答我的是寂静，这里安静的可怕。我用尽力气瘫坐在地上，低头放声大哭。恍惚间我看见了一个被浸湿的纸条，我立马捡起来，借着月光我看清了里面的字，这是薛阿姨的字。她告诉我她已经偷偷给韩寒上过药了，可韩寒发烧了，烧得厉害，反反复复的。林少爷说要光我一晚，让我再坚持一下。我看到最后一句有些错愕，小姐你好像听不见了。我用手摸了一把脸，这才发现我刚刚没有听见自己的哭声。我自嘲大笑，心不断抽痛，我好像已经破碎不堪了。困意袭来，但我不敢睡，只要闭上眼，韩寒虚弱的模样就会在我脑海浮现。我必须等到天亮，让人把我放出去，我要带韩寒去医院。在失去意识前，我狠狠地咬破嘴唇，一股铁锈味瞬间在我嘴里散开。我要清醒着，一定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地下室顶上的窗渐渐透出一道白光，我一下清醒，抬头看着那道缓慢升起的光，眼里看到了希望。我大力敲门，喊着开门，门吱呀一声被打开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冲了出去。我跑到1楼的客房，用尽全力把烧得滚烫的韩寒紧紧抱在怀里。我告诉韩寒妈妈来了，我心里只有韩寒，甚至连自己路过了淋雨都不知道。我艰难地跑到门口的小轿车前，可车是锁着的，这里是别墅，根本没有出租车能坐，得走一段路。我双腿像个机器，麻木地径直往前走，渐渐的大道离我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有辆黑车拐了过来，眼里充满希望。我摇晃地跑到车前，车紧急停下，后车座的门被打开了下来，一个人。我抬起头看清楚来人，谢肖安焦急地冲来喊我的名字。在我快要倒地的时候，他跪在地上，稳稳地把我抱在怀中，满脸焦急地问得我怎么了。强压的泪在这一刻倾泻而下，我竟觉得他的怀抱充满温暖。我向谢肖安道谢，求他救救我的孩子。我声音哽咽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谢肖安声音带着一丝隐忍与怒气，说他这就带我们去，他让我累了就睡吧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，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难闻的让我皱紧眉头。我盯着天花板，一下猛坐起来，喊着韩寒的名字。谢肖安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我错愕抬头与谢肖安的眼睛对上。谢肖安告诉我韩寒没事，让我好好休息吧。他压低声音，似乎是怕吓到我，又像是在哄我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也总是放心下来，韩寒没事就好。我看着谢肖安，忍不住问他不是在国外吗？为什么会在这？四目相对，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来办事情的。紧接着他又说既然他回答我了，那也该他问了。他看了一眼我的左耳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这时才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我捂住右耳，竟然什么都听不见。他叹气说医生说我的左耳已经听不见了，来得太晚了。他问我是不是都是淋雨做的。面对他真的质问，我嘴巴微张，竟有些说不出口。毕竟5年前我对谢肖安说我不后悔，当时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和淋雨在晚宴上有了夫妻之实。谢肖安找过我，他问我能不能和他离开，说带我去国外会养我，可他拿什么养我？他一人在国外也不容易。谢肖安家境不好，高中受人资助才能一直上到大学，他成绩很好，靠自己得到了免费出国留学的机会。我摇头告诉他我不后悔，让他放心吧。他当时十分气愤，出国都没有告诉我一声，这一走就是5年。我没想到他回来时竟变得那么不一样，挣扎下我才点头。谢肖安眼中顿时闪过一抹狠厉，他周围似乎都冷了下来，他站起来做事就要外走去。我拉住他，问
问他要去哪，他说要找他算账。我的力气小，根本抓不住，于是我喊他的名字，说这是我的家事。他眼看就要走出病房的门，立马停了下来。我心中苦涩，问他替我出头，那他们会说什么？他说他不怕他们说，我告诉他我的仇我自己来报，向他道谢。谢肖安低头无言。我打听过，这里是离家最近的医院，夏琳琳也在这，和我一样，她住的也是单间病房。身体恢复的差不多后，我就来拜访夏琳琳了。她躺在床上脚打石膏，房里还有一位护工。夏琳琳见我来了，丝毫不在意，她让护工离开，然后嚣张地问我的好姐姐来这儿干什么？她说她想应该不是来道歉的吧。我冷笑说道歉，凭什么道歉？我说如果不是她说谎，林雨怎么会打汉汉？闻言，她坐直起来，警戒大笑。她说她就知道林雨是在乎她的，她的孩子和她之间，她一定会选她。我怒骂她，居然连一个孩子都下得去手。她不以为意，撩了一下自己头发，说那又怎样？他是我的孩子，又不是他的孩子。她还说爸不爱妈没用，早点打死以后就不用面对这些。她话音未落，我便气恼地狠狠给了她一巴掌。突然的巴掌打得她毫无防备，她捂着火辣的脸质问我怎么敢打她。我冷笑说不止敢打她，还要断她一只腿。她大喊着问我敢，可她躺在床上无力阻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拿起一块砖块狠狠往她没打石膏的右腿上砸。下一秒她痛得尖叫，双眼猩红，喊着我的名字，说要杀了我。我没有停止，面无表情，狠狠地再次砸了下去。这次她直接晕了过去。这第二下是我替韩寒报仇的。我把砖块扔在地上，看了一眼门外着急拍打门窗的保安和医生，自行把锁上的门打开了。门外的人全部向里涌进，我逆行而出。谢肖安走到我身边，问我这样真的没事吗？我回答林雨顶多只能生气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要是他真告我，我就把他这几天所作所为都报给记者。1个月后，夏琳琳出院，被林雨接回家养病。如我想的一样，林雨不敢起诉我，离婚协议早已拟好了。我私信发消息给他，告诉他今天我去他公司签离婚协议。谢肖安担心我问我需不需要他赔，我摇头说去的话事情说不定会闹大，我自己能解决。下午我到林雨的办公层，秘书看见我有些惊讶地站起来，他喊了声夏姐，问我怎么来了，和林总说了吗？我摇头，坚持要进他的办公室。秘书慌张地摆手，让我别进去，说我进去他会被开除的。我站在门前，手放在门把手准备打开，只听里面的低喘声传来，伴随着一些污言秽语。秘书面红耳赤，我不禁感叹夏琳琳断了一只腿还能玩得那么花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卡扔在秘书手上，告诉他里面有30万，如果被开除够他花的了。我趁秘书发愣的功夫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我拿着手机录像，摄像头对着他们的身体，说玩的真花啊，夏琳琳腿断了都这么能玩。交缠的两人惊坐起身，林雨气愤地问我怎么进来的，没他允许我怎么进来的。我手上的手机对着夏琳琳说，没想到夏琳琳你衣服下那么令人刮目相看，难怪把林雨迷得不行。她抬头挺胸，竟一副得意的表情。我又说这么好看，只有我一个人看太不好了，等会我就发邮件给公司所有人看，让他们欣赏一下。夏琳琳尖叫着问我敢，她哭唧唧地望向林雨，说她欺负她，可不能让她把视频发出去啊。林雨一下冷了下来，问我到底想干什么。我把离婚协议扔在地上，说离婚，我要孩子抚养权，还有他资产的一半，以及2套别墅。夏琳琳见我狮子大开口，忍不住骂我想得美。我耸了耸肩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告诉她要面子重要还是钱重要，他们自己选吧。我又说这也不是霸王条款，我可以把所有股份都给他，我有公司10%的股份，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。林雨考虑半天才说2套房子不行，1套房子。我打了个响指说成交。我盯着林雨签字，夏琳琳不服气的坐在沙发发脾气。林雨签完让我赶紧滚，我笑了笑说好，那就1个月后民政局见。我离婚的消息传遍公司和整个圈子，我妈也听到消息来找我，她说我离婚就对了，以后滚出男士不要在他们面前出现。她说我敢破坏琳琳和阿宇的感情，她就当没我这孩子。她的话让我发笑，我笑得泪都流出来了，说妈你太好笑了吧。我告诉她我不会破坏他们感情的，只要她和我断绝关系。我妈愣了一下，我从来不敢如此大胆的和她说话，更别说提断绝关系了。她指着我问我什么意思，我冷冷的靠近她，告诉她这个妈我不要也罢，她要动手打我。我语速加快说这巴掌敢打下去我就不离婚了。夏琳琳永远都是小三，她的孩子永远都是私生子。我妈怕了，她深恶痛绝的说我怎么能这样，她是我妹，可是她有把我当姐姐吗？你又有把我当女儿吗？我冷冷的看了她一眼，让她签协议写说明，然后删除所有联系方式。我妈签完协议愤恨的离开了，望着她的背影，我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下。房间里的涵涵见外婆走了，也悄悄地走出来，她爬到我怀里，弱弱地问我以后她都没有爸爸了是吗？我问她想要爸爸，她像是想到什么，赶紧摇头说不要爸爸。自从上次被打，涵涵每次就会突然激动，我紧紧抱着她，告诉她没事了，涵涵再也不会见到爸爸了，她不会再打她，妈妈永远都会保护她。1个月后，我和林雨离婚了，拿到离婚证，我心里高兴，立马联系了谢肖安，告诉他我刚刚拿到离婚证了。我说完，谢肖安恭喜了一下，然后他说那他立马就订机票。谢肖安是来办事的，不能一直在国内，所以在医院的时候他就提议要我一起和他去国外。说实在的，谢肖安曾经喜欢过我，我有所察觉，我现在已经结婚，还和别人有一子，和谢肖安走得近有些不妥，万一他有女朋友呢？我告诉他自己要想一下，他却说我不用压力那么大，他只是建议我出国。对涵涵来说，这里有太多不好的回忆了，他可以去国外散心，也可以长居。他说我们人生地不熟，如果要出国可以和他一起。当时我心动了，回家我问了涵涵，涵涵立马就激动，想要叔叔陪他一起玩，他和叔叔一起出国，是不是他就能一直和他玩了？我点头，把决定告诉了谢肖安。电话那头的谢肖安安静的在等我回话，我说好定吧，我收拾一下就出发。1年后，我和谢肖安定居在了洛杉矶，他出门前告诉我下班等他回家，我点头。谢肖安说完就上了车。
车，看着车离去的背影，我心扑通通的跳。1年前，我坐上来到这的飞机，来到谢肖安的别墅，才知道他已经当老板了。他的公司已经成立3年，并且可以在这长久居住。当时我迷茫的问他，那他当时说我可以留在这的方法是什么？他嘴角上扬，坏笑了一下。他说可能要委屈我。他靠了过来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和我结婚，领结婚证。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被骗了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说为了演好戏，不让人看出破绽，竟然要办婚礼。婚礼办了，我们还度了蜜月，就是没有走到最后一步。1年里，我在假扮他的妻子，想起这我就头疼。很快到了下班的时间，他回家时，我已经做好了饭菜。谢肖安吃饭时有源源不断的话和我分享，吃到最后，他表情有点不对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就是有些事，他可能要回国一趟。我愣了一下，把碗筷放下，见我望着他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说林雨和夏玲玲要结婚了。林雨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他的电话，邀请了他。见我不言，他慌张说我不让他参加就不去，他只是刚好有合作要回去。我朝他一笑，说我也想去。我告诉他这婚礼我们去参加吧。谢肖安答应了。没多久我们就一起坐飞机回到国内。向车窗外看去，我一路都在感慨。到了地方，谢肖安牵起我的手，我没有拒绝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台上的林雨和夏玲玲正在宣誓。司仪问林雨是否愿意永远对夏玲玲不离不弃，只爱她一人。林雨说愿意。司仪又问夏玲玲是否愿意将终身托付于林雨，与他白头偕老。夏玲玲说我刚许了个愿。门口处突然传来破骂声，说愿意个屁！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来人，一位头发乱糟糟的衣衫破洞男子站在人群旁，所有人都是满脸疑惑，只有夏玲玲像是看见鬼一样看着他。林雨气愤地问他是谁，让保安把他赶出去。夏玲玲已经躲在林雨身后，男人说他是夏玲玲的男朋友。他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夏玲玲脸色发白，林雨不可置信。男人质问夏玲玲敢不敢出来对质，他说夏玲玲当年说喜欢他，不想和林雨结婚，所以想办法假装失踪，怎么现在又不认了？林雨在男人话落的那一刻看向夏玲玲，夏玲玲紧紧抓住林雨的衣角，说他是胡说别信。男人说他可是有证据的，夏玲玲可是和他生活5年，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的，谁知这臭女人居然和隔壁的有妇之夫看对眼，怕事情败露，居然烧他家，把他孩子烧死在家里。他越说越激动，不断擦泪。紧接他拿出夏玲玲的病历，原来很早的时候他就因为不自爱染病，不能生育了。林雨听到这一件事后跪地崩溃，夏玲玲则被他妈扇倒在地。闹剧结束，宾客尽散，谢肖安拉着我的手说走吧，别看了。后来夏玲玲因谋杀被警方逮捕。这个恶性社会新闻在网上流传，有人扒出了林雨的往事，网络铺天盖地的谩骂，最终导致林雨的公司破产，每日每夜躲在家中足不出户。而我妈也找过我，但被谢肖安挡了下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和谢肖安返回洛杉矶，我问他婚礼上的闹剧是不是和他有关，当初他嘴里说的有事就是这个事吧。他见我已经拆穿，便不再隐瞒，说他觉得夏玲玲不是自己失踪的，失踪前他对林雨的态度也很奇怪。他问我会怪他吗？我摇摇头，说我怎么会怪他，这2年谢谢他。回家后我独自坐在沙发上考虑未来，晚上我抱着涵涵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，告诉他不如等他读完幼儿园我们离开这吧。涵涵发困揉了揉眼睛问叔叔也一起离开吗？我心情复杂，觉得和谢肖安走近会影响他生育，才决定离开。我告诉他叔叔不去，他抿着小嘴快要哭了，忍了一会他才说涵涵听妈妈的，虽然他很舍不得叔叔。后来几天我都在为了离开偷偷做准备，突然我收到谢肖安的短信，说今天晚上出去吃大餐。晚上我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，站在镜子面前，我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年轻了20岁。我坐上了来接我的车，原本我以为就是个稍微正式的晚餐，可我看着眼前的游轮，心中泛起了嘀咕，游轮上竟然只有我和谢肖安2个人。我惊讶地问他要干嘛，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，还学别人包游轮搞这套。他却是笑了笑，说他这是必要的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他身后突然有10几支烟花直指天空，从我这望去，巨大的烟花在夜空中接连绽放，那5颜6色的烟花在空中闪耀，像繁星一样好看极了。烟花绽放又纷纷消落，我的心不受控制砰砰直跳，感慨好美。我侧过头与谢肖安四目相对，我能从他的眼中清晰地看见自己。突然他说他喜欢我，他这句话太过突然，我有些无措，可他坚持地握住我的肩，要我看着他的眼睛。他又说了一遍喜欢我，问我可以嫁给他吗？回家后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恨不得打自己的死嘴，我竟然答应了。事后我反应过来拒绝他，他却说录音了，然后他很认真地说夏桑别走，不要走，和他过一辈子好不好？我们再次像新婚夫妻一样举行婚礼度蜜月好不好？那时我脑袋晕乎乎的，竟然答应他了。谢肖安听到我那声好的时候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反悔，然后他笑了，笑得眼睛都红了，说夏桑你知不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？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眶也湿了。那晚回到家，涵涵已经睡了，我轻手轻脚走进他的房间，在他额头上落下一个吻。谢肖安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他把文件递给我，说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，只是一直不敢拿出来。我一看是一份房产转让协议，他在洛杉矶的那栋别墅写上了我的名字，日期是半年前，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没多久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说因为他怕有一天我会突然离开，留点东西在我手里，他至少还有理由把我找回来。我把文件合上，说我不需要这些，他说他知道我不需要，但他需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厨房传来的声音吵醒，走到楼下，看见谢肖安穿着围裙在煎鸡蛋，锅里的油溅到他手背上，他呲牙咧嘴的躲了一下，但没停下。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，觉得这一幕有些恍惚。曾经我也幻想过这样的早晨，只是幻想里的那个人从来不是他。谢肖安回头看见我说早餐马上好，让我去坐着等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让阿姨做，他说今天他想自己来。吃饭的时候，他
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推到我面前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枚钻戒，不大，但很亮。他说这不是求婚，求婚已经在邮轮上求过了，这是不计我的订婚戒指。他说别人有的，我也要有。我问他什么时候买的，他说5年前。我拿着戒指的手顿住了。5年前，那是他出国之前。他说那时候他就想买来送给我，但没来得及。后来听说我要嫁给林宇，他把戒指锁进了柜子里，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拿出来。他说他没想到还有机会亲手给我戴上。我把手伸过去，让他把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指围？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有一次手工课，我做了一枚指戒指，戴在中指上，他趁我不注意偷偷量过。我说你变态啊？他说变态了10几年。那天下午，谢肖安接了一个电话，脸色变了。他挂了电话，告诉我林宇的公司正式破产了。网上那些舆论发酵得太快，合作方纷纷解约，银行抽贷，供应商堵门。林宇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门口的记者比保安还多。我问夏琳琳呢？他说夏琳琳已经被正式批捕了，案子正在走司法程序。那个男人提供的证据很完整，夏琳琳涉嫌纵火和过失杀人，少说也要判10几年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谢肖安问我是不是不开心，我说没有，只是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。5年前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，没想到还能活成今天这样。他握住我的手，说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韩寒从幼儿园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我手上的戒指，眼睛亮了一下。他问妈妈是不是要嫁给叔叔了？我说是啊。他高兴地跳起来，说终于不用叫叔叔了，要叫爸爸。谢肖安听见这话，眼眶又红了。他蹲下来抱起韩寒，说韩寒再叫一遍。韩寒搂着他的脖子，大声喊了一声爸爸。那天晚上，韩寒非要跟谢肖安一起睡。我躺在自己房间里，听见隔壁传来韩寒的笑声和谢肖安讲故事的声音。他讲的是一个小王子的故事，讲着讲着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没了声。我悄悄走过去看，发现韩寒已经睡着了，谢肖安也歪在床边睡着了，他的手还搭在韩寒的背上，像是在护着什么珍贵的东西。我拿了条毯子盖在他身上，他迷迷糊糊的嘟囔了一句别走。我没有走在床边，坐了一整晚，看着他睡觉的样子。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是舒展的，不像醒着的时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他，瘦瘦高高的，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那时候他不太爱说话，但每次我找他问题目，他都会很认真的讲。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总是坐在最后面，他说因为坐在前面会忍不住回头看一个人，怕被老师发现。我当时没听懂，现在懂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早餐。煎蛋的时候，我想起林宇，我们结婚5年，他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顿早餐，甚至连厨房都没进过。他觉得自己是大少爷，做这种事掉价。可谢肖安不一样，他穿着围裙站在灶台前的样子，比穿西装还好看。韩寒起床后，发现谢肖安睡在他旁边，高兴地在床上滚来滚去。谢肖安被他吵醒，睁眼就看见韩寒的笑脸，也跟着笑了。他说早安我的小公主，韩寒说早安我的新爸爸。我在厨房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吃早餐的时候，谢肖安说他想把婚礼定在下个月。我说会不会太快了？他说他已经等了10几年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我问他婚礼想怎么办，他说他想办得大一点，请很多人，让他们都知道夏桑嫁给了谢肖安。我说不用那么大，简单一点就好。他说不行，他欠我一个盛大的婚礼要补回来。我没有再反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谢肖安开始忙婚礼的事。他每天下班后都要看婚庆公司发来的方案。我以为他会觉得烦，但他乐在其中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还能看见他在客厅对着电脑挑喜糖的款式。我走过去说他太夸张了，他说一点都不夸张，这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事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重视这场婚礼，他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配得上我了。我愣住了。他说高中的时候他喜欢我，但不敢说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。后来他出国了，拼命赚钱，拼命往上爬，就是想有一天能堂堂正正站在我面前。可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嫁给了别人。他说他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我说现在有机会了。他说所以他要把所有亏欠的都补上。我靠在他肩膀上说你不欠我什么。他说他欠我一个青春。婚礼定在了1个月后，地点是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庄园。谢肖安把能请的人都请了，包括我们高中的同学和老师。他说要让所有人见证。婚礼前一天晚上，韩寒非要跟我睡，他躺在我怀里，问我明天是不是要穿漂亮裙子。我说是啊。他说那他也要穿漂亮裙子。我说他当然要穿，他是小花童。韩寒开心的笑了，笑了一会儿，突然安静下来，问我妈妈现在开心吗？我说开心。他说那妈妈以后都会开心吗？我说会的。韩寒说那他也要开心，因为妈妈开心他就开心。我抱紧他说谢谢宝贝。婚礼当天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金色的线。我坐在化妆镜前，化妆师在帮我弄头发。镜子里的我穿着一身白色的婚纱，头发盘起来露出肩膀和锁骨。化妆师说我今天很漂亮。我说谢谢。门被敲响了，韩寒穿着粉色的小裙子冲进来，说他也要化妆。化妆师笑着给他涂了一点口红，他高兴地对着镜子照了半天。谢肖安发来消息问我准备好了吗？我说快了。他说他紧张。我说你紧张什么？他说他怕等会儿看到我会哭。我说那你别哭，把韩寒带好就行。他说好。婚礼开始了，庄园的草地上摆满了白色的椅子，椅子上坐着穿着正式的亲友。我挽着韩寒的手，沿着红毯往前走。韩寒走得很认真，一只手提着花篮，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手。他一边走一边撒花瓣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红毯的尽头，谢肖安站在那里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，头发梳得很整齐。我看见他的手在发抖。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眼眶已经红了。韩寒站在一旁笑着说叔叔，我把妈妈交给你了，你要对她好。谢肖安蹲下来说韩寒你放心，我会对她好一辈子的。韩寒满意地点点头，跑到旁边去找他的座位了。司仪是谢肖安的朋友，一个美国人，中文说的磕磕绊绊。他说了很多话，大意是爱情很伟大，等待
很值得之类的，我没太听进去，因为谢肖安一直在看我，他的眼神太专注了，专注到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问他看什么，他说看他的新娘。轮到交换戒指的时候，谢肖安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钻戒，他把它戴在我的无名指上，说夏桑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我说也谢谢你愿意娶我。他说他愿意，他非常愿意。台下响起了掌声和口哨声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见高中的班主任在抹眼泪，看见几个老同学在朝我竖大拇指，韩寒站在最前面，拍手拍得最响。谢肖安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我爱你，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，说我也爱你。他抱得更紧了。婚礼结束后是晚宴，谢肖安喝了很多酒，他端着酒杯一桌一桌敬过去，每一桌都要说一遍他等了我多少年。有人说他醉了，他说他没醉，他这辈子从没这么清醒过。晚宴结束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谢肖安靠在庄园的栏杆上，看着天空发呆。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想起高中毕业那天，他站在校门口想对我表白，但没说出口。他说如果那天他说了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我说也许吧。他说不过没关系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最后还是在一起了。他说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享受着这我不曾设想的时刻。回到房间后，韩寒已经被阿姨哄睡了。谢肖安牵着我的手走进房间，关上门。他说夏桑，新婚快乐，然后便吻了我。这个吻很轻，像是在确认我不是梦，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回应了他，他松开我说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？从17岁到现在整整15年。我伸手摸他的脸，说以后不用等了，以后我都会在那天晚上。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到天都快亮了。他跟我说他在国外那些年是怎么过的，一个人打3份工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在餐厅洗碗，周末去工地搬砖。他说他攒下的每一分钱都舍不得花，因为要留着回来找我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等你？他说他不知道，但他想如果有一天我离婚了，他至少要有能力给我一个好的生活。我再也绷不住泪水夺目而下，说他是不是傻？他说傻，但他愿意。天彻底亮的时候我们才睡下。我迷迷糊糊听见韩寒在敲门，喊妈妈妈妈起床了。谢肖安比我先醒，他开门把韩寒抱进来，让他躺在我们中间。韩寒看着我们说，我以后是不是可以每天都跟爸爸妈妈一起睡了？谢肖安说当然可以。韩寒高兴地在床上滚了2圈，然后安静下来，躺在中间闭上了眼睛。我看着他的小脸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谢肖安越过韩寒，握住我的手说老婆以后请多指教。我笑着同样回应他，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过去所有的苦好像都不算什么了，因为所有的等待和煎熬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补偿，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下去。谢肖安每天早上去公司，下午准时回来陪韩寒玩，周末我们会一起去超市买菜，他推着购物车，韩寒坐在车里，我走在旁边。有时候会遇见中国人，他们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。谢肖安每次听到都会笑，然后悄悄跟我说他们说的对。我也笑，说对什么对？他说就是很幸福，不接受反驳。有一天韩寒从幼儿园回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画，画上有3个人，一个高的，一个矮的，一个中等的，上面写着我的家人。谢肖安把画贴在了冰箱上，说这是我们家最珍贵的艺术品。韩寒高兴地跳起来说爸爸最好了。我看着冰箱上的画，想起韩寒以前也画过一家3口，但画里的爸爸是林宇。那幅画被韩寒藏在了抽屉最里面，后来搬家的时候我看见了，把它收进了箱子里。我没有扔掉，因为那是韩寒的过去，但我也不会再去回想他。某天晚上，谢肖安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走到阳台上接，说了很久才回来。他告诉我林宇自杀了。我满脸不敢相信，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林宇在公司破产后精神就一直不太正常，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。那天晚上他吞了一整瓶安眠药，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，送到医院抢救了4个小时没救回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以为我会哭，但我没有；我以为我会难过，但我也没有。我只是觉得有点恍惚，好像一个在我生命中存在了很久的人突然就消失了。谢肖安走过来抱住我说想哭就哭吧。我说我不想哭。他说那你恨他吗？我说不恨了，早就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再累了。谢肖安抱紧我说他走了也好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想起第一次见到林宇的时候，他站在学校门口，穿着一件白衬衫，阳光打在他身上，好看的像画里的人。我想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，同学你好，请问高1、3班怎么走？我想起他对我笑的样子，想起他为我撑伞的样子，想起他说喜欢我的样子，然后我想起他后来的样子，冷漠的、暴躁的、凶狠的。我想起他掐着我脖子时的眼神，像是看一个仇人。我想起他打韩寒时的样子，像是打一个陌生人。我想起他说琳琳才是我的未婚妻时，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。眼泪终于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遗憾。遗憾曾经那么美好的一段感情，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谢肖安感觉到了我的颤抖，从背后抱住我说没事了，我在呢。我转过身，把脸埋进他怀里，哭出了声。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的眼睛肿得厉害。韩寒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，问妈妈你怎么了？我说妈妈昨晚没睡好。韩寒说那妈妈今天多睡一会儿。他去给我倒水，他踮着脚尖去厨房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我把水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说谢谢韩寒。他说不用谢，妈妈要快点好起来。我说妈妈已经好了。谢肖安从外面进来，手里拿着早餐。他说他今天请假了，在家陪我。我说不用，我没事。他说他知道我没事，但他想陪我。我没有拒绝。那天我们哪儿也没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韩寒在客厅画画，我和谢肖安坐在阳台上晒太阳。他问我后悔吗？我说后悔什么？后悔认识林宇。我说不后悔，如果没有他，我就不会有韩寒；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值得珍惜。谢肖安说那你会想他吗？我说也许会吧，但不是那种想。他说那就好。1个星期后，我妈打电话来了，她哭着跟我说林宇死了，让我回去参加葬礼。我说我不回去。她说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他好歹是你前夫。我说妈，他当年打我骂我的时候，你怎么
怎么不说他狠心？他打韩寒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狠心？我妈沉默了。我说妈，以后没事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在这边过得很好。我妈问我是不是还在怪他，我说我不怪你了，但我也不想再跟你联系了。我妈哭着挂了电话。谢肖安问我是不是很难过，我说不难过，只是觉得有点可笑。他问我可笑什么，我说可笑的是我妈现在才想起来我是她女儿，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谢肖安说你有我，有韩寒，你什么都不缺。我说对，我什么都不缺。林雨的葬礼我没有去，我听谢肖安说葬礼办得很冷清，没什么人参加。林雨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哭得站不起来。我妈也去了，站在角落里抹眼泪。夏琳琳在监狱里听说林雨死了，据说哭了一整天，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日子还是要往前过的。韩寒5岁生日那天，谢肖安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生日派对，他请了韩寒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，还请了一个小丑来表演。韩寒穿着公主裙，戴着生日帽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许愿的时候闭着眼睛想了很久，我问他许了什么愿望，他说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我对着韩寒笑了笑，摸着他的脑袋说妈妈也防着啊。晚上回家，韩寒突然问我妈妈，爸爸是不是再也不会打我们了？我说是的，再也不会了。韩寒说那爸爸呢？韩寒说的爸爸是林雨。我说他去很远的地方了。韩寒说那他还会回来吗？我说不会了。韩寒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那就好。我愣了一下，问他为什么这么说。韩寒说因为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，我喜欢新爸爸，新爸爸对我好。我把韩寒抱在怀里，说以后新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了。韩寒说我知道，我已经叫他爸爸了。我说你最乖了。那天晚上韩寒睡着后，我跟谢肖安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电视里放的是什么我们都没看进去。谢肖安突然说夏桑谢谢你。我问他谢什么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谢谢你愿意让我当韩寒的爸爸。我说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把我从那个深渊里拉出来。他说不是他拉的，是我自己爬出来的。他说他只是站在岸边等我自己走出来。我说那你等了很久吧？他说那也值得。又过了1个月，谢肖安的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，要忙一阵子，他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候连周末都要加班。韩寒想他想得厉害，每天晚上都要给他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他说快了，忙完这阵子就带他去迪士尼。韩寒说好，爸爸要说话算话。他说一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听见门响去开门，谢肖安站在门口，衣服上全是酒味，眼睛红红的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应酬喝了一点。我扶他进来，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他喝完水突然抱住我说他今天差点没忍住打了一个人。我问他谁，他说是一个客户，那个客户喝多了，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，说他的老婆是别人不要的破鞋。我说那你怎么没打？他说因为他想到韩寒，如果他打了人被抓进去，韩寒会担心，他说他不能做让韩寒担心的事。我说你做得对。他说但他觉得很憋屈。我说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，我们自己过得好就行。他说他知道，但他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你不好。我说以后这种应酬能推就推吧，我不希望你为了赚钱受这种委屈。他点了点头答应了我。那天晚上他洗完澡出来，头发还在滴水，我拿了毛巾帮他擦头发，他闭上眼睛靠在我身上。我说谢肖安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很好了。他说还不够好。我说够了，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他没有再说话，但嘴角微微上扬了。韩寒的生日愿望在2个月后实现了。谢肖安忙完项目带我们去了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。韩寒第一次看见城堡的时候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说好漂亮啊。谢肖安把他扛在肩膀上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。韩寒说爸爸我看见了，我看见公主了。谢肖安说哪个公主？韩寒说好多公主都在城堡里。我们在迪士尼玩了3天，每一天韩寒都兴奋得像只小鸟。他坐了旋转木马，看了烟花秀，谢肖安全程都陪着韩寒，他玩什么他就玩什么，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。有一次韩寒要吃棉花糖，谢肖安去排队买，排了半个小时才买到。韩寒接过棉花糖咬了一口，然后递到谢肖安嘴边说爸爸也吃。谢肖安咬了一小口说谢谢韩寒。韩寒说不用谢，爸爸最好了。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不是难过是感动。我感动于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对我的女儿好。离开迪士尼的那天，韩寒趴在车窗上看着城堡一点点变小，说爸爸我们以后还来好不好？谢肖安说好，以后每年都来。韩寒说拉钩，谢肖安伸出手跟他拉钩，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韩寒满意的笑了。回到家后，韩寒把在迪士尼买的纪念品都摆在书桌上，每天都要看好几遍。他跟幼儿园的小朋友炫耀，说爸爸带他去迪士尼了，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谢肖安听说后高兴了一整天。他说夏桑你听到了吗？韩寒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我说听到了，你不用重复那么多遍。他说我就是高兴。我说我知道你高兴。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我没有再接话，因为我知道他确实很高兴，高兴到无法用语言表达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韩寒就要上小学了。开学前一天晚上，韩寒紧张的睡不着，一直在床上翻来翻去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妈妈我怕新同学不喜欢我。我说不会的，你这么可爱，大家都会喜欢你的。韩寒想了想，又问妈妈爸爸明天会送我去上学吗？我说会的，爸爸请了假专门送你去。韩寒放心了，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第2天早上，谢肖安起得很早，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。他说今天是个大日子，要穿得正式一点。我笑他说送孩子上学而已，不用这么正式。他说不行，要给韩寒的老师和同学留个好印象。韩寒穿着新校服，背着新书包，站在镜子前照了很久。他说妈妈我好看吗？我说好看，你是全校最好看
看的。他说那爸爸呢？我说爸爸也好看。韩寒满意地点点头，拉着谢肖安的手出门了。我在门口看着他们走远，谢肖安牵着韩寒的手慢慢地走远，两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涌上一个念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平静、有爱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暴力，没有眼泪，只有阳光、笑声和2个我爱的人。下午韩寒放学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老师很喜欢他，同学也都很喜欢他，他交了好几个新朋友。谢肖安问他有没有人欺负他，他说没有，大家都很友好。谢肖安说那就好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爸爸，爸爸去学校找他。韩寒说爸爸你去学校干嘛？谢肖安说我去跟他讲道理。韩寒说爸爸你骗人，你肯定是去打他。谢肖安笑了，说韩寒真聪明。韩寒说不过不会有人的，因为我有爸爸保护我。谢肖安摸摸他的头说对，有爸爸保护你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稳。谢肖安的公司越做越大，但他从来不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。每次进门之前，他都会在门口站一会儿，把脸上的疲惫揉掉，然后笑着进门喊韩寒的名字。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，他说因为我不想让韩寒看到我不开心的样子。他说他希望韩寒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是开心的。我说你太累了，他说不累，为了你们值得。有一天我在整理旧照片的时候，翻到了一张高中的毕业照，我把照片拿给谢肖安看，问他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我了。他说是，比那时候还早。他说高一开学第1天，他在走廊上看见我就喜欢上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早说？他说他不敢，他说了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我说如果你当初说了，也许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。他说也许吧，但如果没有那些弯路，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么珍惜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路必须走过了才知道什么是对的路，有些人必须错过了才知道谁是对的人。那天晚上，我和谢肖安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洛杉矶的夜空很干净，能看到很多星星。谢肖安指着天上最亮的那颗星说，夏桑，那颗星是我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做你生命里最亮的那道光。我说你已经是最亮的那道了。他转过头看着我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从你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了。他说那我会一直亮着，永远不灭。他吻了我的额头，说晚安，我的光。我笑着回应了他。那之后又过了半年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那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觉得恶心，以为是吃坏了东西，可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，我开始怀疑。我去药店买了验孕棒，回来一测2条杠。我拿着验孕棒坐在马桶上愣了很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谢肖安说。虽然已经有了韩寒，但这是我们2个的孩子，是不一样的。晚上谢肖安回来的时候，我把验孕棒放在餐桌上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愣了一下，又看了看我，他的手开始抖，眼眶开始红，问我这是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他走过来抱住我，抱得很紧很紧。他说夏桑，我们要有孩子了，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他松开我，蹲下来对着我的肚子说，宝宝你好，我是爸爸。我被他逗笑了，说你至于吗？才几周大，什么都听不见。他说听不见也要说，要让他知道爸爸很爱他。韩寒回来后，听说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，高兴地围着我又蹦又跳。他说他要当姐姐了，要教小宝宝唱歌，要把他的玩具分给小宝宝玩。谢肖安说，韩寒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姐姐。韩寒说当然了，我是最棒的姐姐。怀孕的日子很辛苦，比怀韩寒的时候还要辛苦，我吐得厉害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谢肖安心疼的不行，变着法子给我做吃的，今天炖汤，明天熬粥，可我根本没有胃口。他说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吧。我说不用，正常的过段时间就好了。那段时间他推掉了所有应酬，每天准时回家照顾我。韩寒也很懂事，没事的时候就会帮我倒水。有一天我吐完从卫生间出来，韩寒站在门口，眼眶红红的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妈妈你不要生小宝宝了，你看你多难受。我说没事的，妈妈很快就好了。韩寒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等你看到小宝宝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。韩寒说那好吧，那妈妈你要加油。我笑着说好。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行动很不方便。谢肖安请了1个月的假在家陪我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。他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吃好睡好，其他的都交给我。我说你不去公司行吗？他说公司可以没有他，但我不行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心安理得的当起了米虫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，谢肖安吓坏了，赶紧开车送我去医院。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，马上就到了。他的声音在发抖，比我还紧张。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了一下，说是假性宫缩，让我们回家等着。谢肖安松了一口气，腿都软了。我笑他说你至于吗？他说他以为要生了，吓死了。我说还早呢，你别这么紧张。他说他控制不住。预产期那天，谢肖安把我送到医院，全程陪在我身边。我疼得厉害，抓着他的手，指甲都嵌进他肉里了。他一声不吭，只是不停地说老婆加油，老婆最棒了。韩寒被阿姨带着在家等消息，急得原地打转。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阵痛，孩子终于出生了，是个男孩，哭声很响亮。护士把孩子抱给谢肖安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抱着孩子走到我面前，说夏桑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儿子。我看着他怀里的小东西，眼泪也流了下来。我说他很像你。谢肖安说我觉得像你。我说像谁都好，只要健康就行。韩寒第2天来医院看弟弟，趴在婴儿床旁边看了很久。他说弟弟好小啊，脸皱皱的，像个小老头。我说小孩子都这样，过几天就好看了。韩寒说那他什么时候能跟我玩？我说再等几个月，等他大一点就可以了。韩寒说那好吧，我会很有耐心的等他长大。我们给儿子取名叫谢念安。谢肖安说念安的意思是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，平安喜乐，岁岁长安。我说这名字很好。韩寒说弟弟的名字好好听，比我的名字好听。我说你的名字也好听，夏寒，涵养的涵，意思是希望你做一个有内涵的人。韩寒说那我也喜欢我的名字。谢念安。满月那天，谢肖安办了一个很大的满月宴，他又请了很多人，比婚礼请的还多。他抱着儿子到处给人看，说你看这是我儿子，帅吧？所有人都说帅像爸爸，他高兴得合不拢嘴。那天晚上宾客都走了，家里安静下来。韩寒在楼上睡觉，念安在
婴儿房里也睡了。我和谢肖安坐在客厅里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谢肖安开口了，他说：“夏桑，你觉得幸福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就是现在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具体点。”我说：“就是你在，韩寒在，念安在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”他说：“以前他觉得幸福是赚很多钱，让所有人都看得起他，但现在他觉得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天回家能看到我，能看到韩寒，能看到念安。”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念安一天天长大，从只会哭闹的小婴儿变成了会爬会坐的小家伙。韩寒很喜欢弟弟，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弟弟，跟他说话，给他唱歌。谢肖安的公司也越来越好，但他从不把工作带回家。他说家里是他的避风港，他不想把外面的风雨带进来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夜空，洛杉矶的夜还是那么干净，星星还是那么亮。谢肖安从背后抱住我，问我在想什么，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他说那时候你扎着一个马尾辫，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站在走廊上笑。他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。我说我也忘不了。他说下辈子我还要遇见你。我说好。他说下下辈子也是。我说好，都好。他笑了，笑声很轻但很暖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觉得这辈子值了，所有的苦都吃过了，所有的泪都流过了，剩下的日子只有甜，只有爱。